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就南海问题发表严重背离事实的演讲，企图在南海问题上大造舆论。中方对此表明坚定立场，即在南海问题上，中国的善意不允许被滥用，侵权挑衅也绝不能放纵。事实证明，菲律宾在域外国家插手怂恿下，不断地在南海碰瓷挑衅。2周前，菲律宾船只在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军舰空投物资时，竟然用枪指向中国海警，相关画面近日被曝光。中国国际电视台2号披露了一段画面，引发外界高度关注。5月19号，菲律宾对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军舰进行空投补给。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应对时，发现非57号舰上至少2名人员持枪在甲板活动，并用枪指着中国海警方向。深圳卫视梳理发现，今年以来，菲律宾先后以所谓运补物资、科研活动、生态保护为借口，侵闯中国仁爱礁、黄岩岛、铁线礁、霍腾礁临近海域。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挑衅滋事时，往往会带上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在内的外媒记者为其造势。此举也被视为菲方舆论认知战的一部分。中方对此曾告诫菲律宾，停止在有关岛礁非法活动，并停止拉帮结派、炫耀武力，停止散布虚假信息，误导国际社会。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拦截菲律宾对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军舰进行空投补给的事件发生在5月19号，但中方半个月后才公布菲律宾军舰人员枪指中国海警画面。有观察指，这表明中方一方面再次敦促菲方遵守国际交往基本准则，停止虚假叙事、无理取闹；另一方面，也是有力回应菲律宾借香格里拉对话会召开之际，又开始借南海问题炒作。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选的还是比较微妙的。我们是预设到了南海问题会成为这次这个相会的一个热点。那么就是我们以最这个真实的这个画面来对这个菲律宾给予回击，就是谁究竟在对这个海上的行为进行挑衅，采取一些危险的动作。菲律宾总统马克思31号在相会上发表演讲时，妄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南海仲裁裁决均承认非合法权利，是非南海政策的基石。中国外交部3号发表严正声明，及时给予驳斥称，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中国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并不在上述条约规定的非领土范围之内。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是非法的、无效的。近期中菲南海问题升温的责任完全在菲方。2号在相会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也对菲律宾的挑衅行为作出严厉警告。中方对侵权挑衅行政保持了足够的克制，但这也是有限度的。希望个别国家认清利害关系，回归对话协商的正道。此前，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召开的新闻吹风会，对菲律宾方面发出4问：究竟谁在违反规则？谁在挑起事端？谁在东盟之外另起炉灶，搞小圈子？南海争端的解决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维护，是靠南海周边的国家，靠东盟，还是靠域外国家？何雷一针见血指出，事实证明，南海动乱的引起很大程度是那些域外国家挑拨、挑唆造成的。这些域外国家才是南海动乱的策划者、制造者。外界注意到，马克思在本次相会演讲中提到了美国11次。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罗尼吉尔加万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示，我们菲律宾人提到美国是很自然的，他们是我们唯一的条约伙伴。马克思演讲中甚至嚣张地提出了所谓的南海红线，妄称若有菲律宾公民因南海冲突遭受伤害或死亡，菲律宾认为这等同于宣战。他还特意强调了菲律宾与条约伙伴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暗示这些伙伴将与菲律宾共同维护其所谓的南海权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双边涉海问题，坚决反对域外国家插手介入升级事态。
美国近年一再怂恿支持个别国家在海上搞对华挑衅侵权，还纠集盟友在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周边海域频繁开展军事演习和抵近侦察，耀武扬威，加剧地区紧张，已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另据《环球时报》1号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菲律宾以所谓确保中国不会在仙宾礁填海造地为借口，派遣了2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卡布拉号”和“特里萨马格巴努亚号”在仙宾礁西湖内持续滞留，并维持静止已长达45天。路透社此前披露，自4月中旬以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仙宾礁部署的这2艘海警船，都是菲律宾从日本购置的最新型海上执法船只。有分析指出，菲律宾意图使用最先进的海上舰船，在仙宾礁形成半永久存在的浮动平台，使其具备完整的通讯、侦察、水下探测、直升机起降等一系列完整的多域作战能力，打造成菲律宾在仙宾礁的军事前哨。参考菲律宾1999年在仁爱礁和黄岩岛实施坐滩的行动，这实质上已形成了对仙宾礁的新型军事化准坐滩。菲律宾试图改变南海现状的用心值得警惕。但必须指出的是，不论是半永久的浮动平台，还是选准时机的永久坐滩，都是菲律宾单方面的野心。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1999年，菲律宾军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历史永不会重演。中国现在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未来我觉得至少有3种方式中国可以选择。那第一点呢，就是进一步的进行这种对峙，直到这个双方达成一种协议，那么同时撤出这个地区。那第二种，我们实际上是有能力对它进行一些封锁。那实际上对它包括它这个要进行人员的一些补给，那中国要完全的封锁，我觉得这个能力还是有可能的。那第3点，也就是最后的一个底线，中国要真的要采取武力对这个坐滩的一些军舰进行一些清除，我觉得这种战略的能力至少我们是有的。菲总统马克思也在相会演讲中对中方发难。今天外交部就菲方错误言论全面驳斥。那么您是如何来看这次相会就南海问题进行的交锋？对于南海问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相会上有2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一个是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所谓的航行自由就是横冲直撞，闯到人家里去。事实也是如此，美国作为全球海上霸权国，其航行自由就是自由闯入。另外一个就是菲律宾在南海的一系列行为就是碰瓷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炒作南海问题，而菲律宾海警的巡逻船最近在仙宾礁的泻湖内锚泊连排，试图像1999年在仁爱礁座滩一样故技重施。巡逻船是菲律宾目前吨位最大、设备呢也是最先进的舰船，而菲律宾的理由呢也是非常可笑，说是防止中国吹填造岛。美国的航行自由和菲律宾的碰瓷呢碰到了一起去，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南海风云变幻的重要的原因。相比之下呢，南海地区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预期，各方的利益和行为还需要磨合。需要关注或者警惕的是，要避免南海秩序的巴尔干化。尤其是在全球安全形势跌宕起伏、风险汇聚之际，亚太国家需要跳出亚太来审视自己。亚太地区不仅是全球经济贸易的中心，也是全球产业链和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地带。这一局面呢，依赖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当下，美国将亚太作为其战略的重点，既反映了亚太地区发展红利对美国的吸引力，也带来了地缘安全结构重构的风险。当下亚太地区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的合作秩序与不断裂变的地缘安全秩序的不匹配。而南海呢，可能是比较脆弱的环节，这其中需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失控。巴尔干化的一个逻辑呢，就在于大国和小国结成了非对称的刚性同盟。美国和菲律宾之间，以及菲律宾与日本、澳大利亚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大大增加了南海局势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菲律宾的狐假虎威式的碰瓷，对于美国可能会造成声望的考验。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中美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与交流，减少被小国利用和牵制的风险。